大家好，我是 Neil，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新开设的真相栏目啊。这个栏目的设计呢，主要就是为了一个话题能够进行事实查证的深入挖掘啊，就是专门针对一个话题。那我们会不定期的更新啊，与这个每日更新的杂谈节目啊相得益彰啊，形成互补。那同时也秉持我们这个频道一贯的求真务实的精神。好的，那我们今天来聊一个，肯定会被骂啊，但是谈起来很有意义的话题啊，中医和中药。最近这个神药安宫牛黄丸遭遇了科学实验的严峻考验啊。最近医学界呢，对于享有盛名的这个中成药安宫牛黄丸展开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科学审视，一项由北京协和医院团队完成这个发表于2025年的这个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随机双盲安慰组这个安慰剂的对照实验显示，在中度至重度的急性缺血性卒中这个患者中呢，加用了安宫牛黄丸加用这个患者呢，那么并没有能够减少脑梗死的体积或者脑水肿，其疗效与安慰剂无异90天随访患者神经功能恢复差异也不显著。那这一结果挑战了安宫牛黄丸作为民间的这个中风救命神药的这个形象引发了巨大的争议。有人据此断言它不过是安慰剂也有人列举了亲友使用安宫牛黄丸救治的中风的经历为之辩护。那到底什么是安宫牛黄丸呢？那么它是一种经典的中医的这个急救药那据称可以这个清热解毒、镇惊、开窍。那用于高热昏迷中风等危急症。那在传统的配方中呢，它包含牛黄这个牛科动物的胆结石那么麝香然后朱砂也就是硫化汞和雄黄、硫化砷等10余味这个成分那其中呢，朱砂和雄黄都是含有重金属的矿物，具有潜在的毒性。因此呢，专家提醒这个安宫牛黄丸绝对不是保健品不可以定期服用，预防疾病那其含有的朱砂、雄黄等毒性成分必须要谨慎对待，只有在有经验的中医师的指导下，针对特定危重急症时才能够临时使用切勿过量服用。那曾有患者在昏迷中被家属私自灌服了这个安宫牛黄丸不慎发生了误吸，导致了吸入性肺炎反而严重加重了病情可见这个对于这个安宫牛黄丸呢，这个使用需要非常理性不能够神化和盲从。那么协和医院的这项实验结果是否就完全否定了安宫牛黄丸的疗效呢？我们也不能把这个话说满不同研究得出了其实相反的结论香港大学沈建刚教授团队2022年曾经发表在中国医学英文版上面研究显示安宫牛黄丸有助于将缺血性中风患者的溶栓黄金时间窗口延长大约半小时，并降低溶栓相关的脑出血风险和死亡率另一项覆盖全国106家医院纳入2214例这个中风的真实患者的这个真实世界研究呢，发现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加用这个安宫牛黄丸可以改善患者短期的神经功能和日常生活能力，且发病24小时内累计服用超过6克，预后更佳那么更有学者整合了28项临床研究共2745例患者进行了这个 meta 分析那结果指出安宫牛黄丸联合常规治疗可以提高中风疗效有效率，改善神经功能的缺损评分和日常生活能力，并降低患者血清这个脑钠肽的水平那这些研究又从不同角度提供了相对积极的信号。为什么同样的药物这个安宫牛黄丸会出现截然相反的研究结论呢？原因就在于这个研究的设计和评价指标的差异此次协和医院的实验是严格的双盲对照实验，但是样本量只有117人，属于探索性的实验这是估计这个实验要是做的太满，没有毛病了，我估计又要动很多人的蛋糕好，那么可能存在真正有效的小幅差异被判定为无效的风险。一些中医专家还指出中医讲究辨证施治、动态调整，而固定处方统一剂量的 RCT 的这种设计，或许没有充分发挥中医药的作用。另外不同研究关注的重点不同有的看影像学的指标，比如说梗死的体积，有的注重功能改善或者存活率，所以呢，目前下结论还为时尚早。正如世界卒中的组织的这个副主席Craig Anderson这个教授呢，在一项中药研究治疗脑出血的柳叶刀的这个论文发表以后他坦言单一研究不能给出全部的答案，唯有通过多项高质量研究反复的验证，才能够客观的评价某药物的临床价值。
蓝宫牛黄丸是否真的有效，还需要更大规模、更严谨的实验来最终定夺。好，我们来看常用中药的疗效啊，它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呢？安宫牛黄丸的争议折射出了更大的问题啊！许多常用的中成药和中草药的疗效缺乏硬核的证据支持啊！中医药虽然有数千年的历史，不少验方被反复应用啊，且这个古书上载明疗效确切，传闻不绝于耳。然后呢，在现代循证医学的这个检验下，情况其实并不乐观。那首先啊，放眼这个国际的权威的医学评价啊，中药整体的证据级别普遍较低。以循证医学的黄金标准啊 Cochrane 这个综述啊为例，那么一项针对中草药治疗血管性痴呆的系统，那系统综述呢纳入了1997至2013啊这个97至2013年间这个中国大陆发布的47项随机对照实验，18种中药制剂啊，共3581名患者。由于很多实验啊存在随机分组、结局测量和这个不良反应监测方面的严重缺陷，导致证据整体的质量被评为中等到极低不等，结果应该说是非常不确定啊。那尽管如此，该综述还是发现有7种中药在改善痴呆症状上有潜在的益处啊，其中脑心通啊、脑麦泰啊、脑心络啊等等3类这个中成药最值得进一步研究。但是即便呢对这几种中药这个疗效证据也称不上非常充分啊，某些中药组出现的不良反应比例还比对照组略高，比这个对照组还要高啊，那么大约高出了5%，当然这个证据质量比较低啊。那么综述作者的结论呢是有理由对部分中药展开进一步的研究，但前提是严格遵循最佳实验规范，提高研究的质量。那这一发现啊并非孤立啊，事实上大量的中成药啊在上市应用时候没有经过如西药般严格的临床试验，那许多产品凭借历代所谓医案和经验就被批准投入市场，缺乏可重复的双盲对照数据的支持，这使得中药的这个疗效通常停留在经验层面啊，医生和患者相信有效，但缺少统计学上可信的验证。据报道啊，不少中药厂投入巨资进行这个随机双盲实验，持观望甚至是抗拒的态度啊，原因非常现实。万一实验结果显示疗效与安慰剂相差无几，或无法证明作用机理与成本优势，那么多年的市场声誉不就毁于一旦了吗？企业投入也付诸东流了，而且现在与这个中国的这种所谓这个大力推广中医中药的这种方向也不符合呀，对吧？政治上也有风险，所以这种心理啊，导致很多中成药迟迟没有拿出过硬的临床数据。那我们值得注意的是呢，中药疗效当然并非全无可取之处啊。这个著名的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这个青蒿素啊，就是典型的例子。它来源于中医古方啊，却经过科学的提取和严格的临床验证，最终成为了抗疟疾的神药，拯救了全球数百万的生命啊！这表明中药中不乏有效的成分，关键在于用现代方法把它找出来，验证清楚。近年来啊，国内也出现了一些以西医标准的这个验证中药的探索啊，比如这个颈舒颗粒啊，治疗颈椎病。那多中心双盲对照实验啊，纳入了480例患者，耗时3年，由协和医院牵头完成。那据称呢，这个结果是证实了颈舒颗粒优于安慰剂的疗效，成为了中药走循证之路树立的一个标杆。那么当然，这类成功的案例至今仍然是凤毛麟角啊。时至今日，还没有一款复方的中成药通过美国 FDA 的这个3期实验获得正式的药品的认证。这从侧面说明啊，大部分的中药距离国际认证的有效药还有相当的距离。那需要指出的是啊，很多中药不如安慰剂这一论调虽然尖锐，但是当然也是有一些以偏概全之嫌啊。一些中成药对于某些症状的缓解确有一定作用，不过往往作用有限，难以和现代药物的显著疗效相提并论啊。另一些所谓的疗效呢，可能来自安慰剂效应，就是患者的信任和心理暗示带来了主观感觉的改善。那缺乏对照的情况下，患者倾向于将这个病情的好转归结于所服的中药啊，但是这未必是药物本身的作用。因此，唯有通过严格的对照实验，才能够区分出哪些疗效超出了安慰剂效应的范畴呢？对吧？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搞这个严格的对照实验啊。那我们来看肝肾毒性的这个隐患，中药真的没有副作用吗？对吧？这是老一辈特别父母特别喜欢讲的观点，这当然是不对的。除了疗效存疑啊，中药的安全性同样值得警惕。长期以来，民间有一种说法，中药滋补养人，无毒无害。许多人把中药当作比西药更安全、更温和的治疗选择。然而，大量的临床报告和药监数据揭示，中药并非始终温良无害，
其的肝肾毒性啊，这个不良反应在所难免。先来看对肝脏的毒性啊，肝脏是药物代谢的主要器官，中草药的成分复杂，某些成分会对肝细胞造成损伤，导致药物性肝炎。近年来啊，中国药物不良反应监测网络的数据表明，中药导致了这个肝损伤的比例不容忽视啊。据国家药品不良反应年度监测报告显示啊，2013年全国收集的不良反应事件报告中有17.3%被怀疑与中药有关。其中，中药注射剂的不良反应报告增长啊，这个尤其迅猛啊，这个应该这个王局对吧？这也是疑似是因为这个被封杀呀。反正这个中药注射剂确实是已经是违反医学常识了啊。那严重病例是屡有发生啊。那这些数字呢，戳破了中药绝对安全的神话。实际上，中药安全性的空白说明书是历史的欠账。很多老药当年上市的时候就没有做充分的毒理和临床试验，说明书上才会通通写着不良反应尚不明确，给人造成了没有副作用的错觉。另外啊，有一些这个中草药本身就含有这个积蓄的毒性啊，它会在体内蓄积，从而造成长期中毒、慢性中毒。最著名的这个臭名昭著的啊是马兜铃酸，含有马兜铃酸的中药，比如关木通啊，这个广防己啊、青木香等等。20年前啊，比利时曾经发生震惊世界的中草药这个减肥茶事件啊，多名女性因服用含有马兜铃酸的这个中药配方减肥，出现了严重的肾衰竭，竟然发展成泌尿道的这个癌症啊。这种马兜铃酸肾病后来在全球多国都被报道，马兜铃酸也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了1类致癌物。我国2003年啊，这中国2003年就曝光了龙胆泻肝丸中这个关木通啊会导致肾中毒的案件，引发了监管部门紧急行动，禁止关木通等马兜铃酸中药材入药。近期呢，更有研究在《自然通讯》杂志发表啊，进一步实锤了马兜铃酸的强致癌性。所以，凡是含有马兜铃酸的草药啊，在国内外大多被禁用或限用。但是呢，这一事件警示我们，传统的中药材其中隐藏的毒性必须要严肃对待，不能因其天然的出身啊就掉以轻心啊。类似的，中药里面还有一些潜在的这个损肝的成分，广受质疑啊，比如中药常用的这个何首乌啊、土三七啊、大黄等等，都被报道过引起肝损伤的案例。那2017年凤凰周刊曾刊发长篇调查啊，大陆中草药这个肝损害报告，点名了10多位可能伤肝的草药。令人忧虑的是啊，报道指出某些药企明知产品有肝毒性，仍置若罔闻，使公众健康处于风险之中。这再次说明啊，加强中草药这个安全监管的紧迫性啊。那我们来看肾脏方面啊，除了马兜铃酸啊可能会致肾病，那么中药的重金属及矿物成分也可能会损害功能，比如朱砂含汞啊，长期大量服用可能导致汞中毒，损害肝脏和神经系统。雄黄含砷啊，过量可能引起砷中毒，累及这个肝肾。许多传统中成药啊有这类矿物成分，必须要严格控制剂量和疗程。一些中成药啊在生产过程中还可能混入铅、镉等重金属杂质，如果质量管控不严，患者就有中毒的风险。2014年啊，美国 FDA 就警告消费者停止使用香港某品牌的婴儿中成药，叫保婴丹啊。该品被检查出铅含量严重超标，已有婴儿因此铅中毒。铅中毒会对儿童的神经系统和肾脏造成不可逆的损伤啊！大家这个天水中毒事件我们以前也讲过。那么事后调查发现啊，保婴丹含有的朱砂等成分可能是铅超标的原因，而厂家称在港销售的产品符合当地重金属含量标准，但出口批次没有达标。无论怎样，此事都粉碎了中药给婴儿吃也绝对安全的幻想啊！提醒大家，这个中药制剂的质量和杂质，我们绝对不能掉以轻心。那更广泛的看啊，这个中药所导致的这个肾损伤案例在临床并不少见。中国多家医院参与的一项对420例药物这个药物性肝损伤啊，这个 DILI 进行了分析啊，其中29.1%都是由中草药引起的。那这些中草药的相关肝损伤的病例当中呢，既有患者自行煎煮的草药，也有大量的中成药的身影，比如用于感冒的这个莲花清运胶囊14例，滋补类的6味地黄丸3例啊，解暑的藿香正气水3例，那清热解毒的牛黄解毒丸3例等等。可见一些大众熟知、日常服用的中成药也并非绝对安全无害。是药三分毒，中药也不例外，只是我们过去缺乏监测和常识。如今呢，数据逐步揭示出了这个中药毒害的冰山一角。那需要强调的是啊，中药的不良反应具有隐匿性和滞后性啊。很多人短期服用时未见异常，便想当然地认为安全，
但是肝和肾的损伤啊，往往具有累积效应，长期超剂量或易感人群的用药更容易出问题。同时呢，中药的不良反应还可能与个体体质、合并用药等等因素相关。因此啊，对中药安全性的研究和监管不能停留在事后被动的报告，应该主动开展系统性的毒理和临床安全的评估啊。那这一方面，现代医学已经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药物和安全监测系统，我们有必要将中药同样纳入和西药一样严格的这个监管的轨道当中。那我们来看这个监管和定位啊，中药在现代医疗中的角色是什么？那面对中药医疗还有疗效还有安全性的种种争议呢，那监管部门和医学界近年来也在积极行动，努力为这个中药寻找合理的定位和平衡。中国的国家药监部门 NMPA 啊，就是原来的 CFDA， 那么对于中药一直实行和化学药不同的审批制度。一方面，许多传统的经典名方可以沿用古代文献和临床经验证明作为注册的依据，免于像新化学药那样必须提供大量随机对照的实验数据，这使得上千种中成药得以延续使用，但也导致上市后再评价的需求更加凸显。应该讲这是不负责任的一种行为啊！你都没有办法把它这个和西药放在一个标准下进行安全性和有效性的评估，怎么就能随便上市呢？对吧？那另一方面啊，监管机构近些年加强了中药上市后的不良反应监测和质量标准的再提升。自2011年开始啊，中国药典不断提高中药材的农药残留、重金属含量限度要求，淘汰不合格的药材。对于注射用的这个中药制剂加强风险评估，曾经因为严重不良反应频出的这个血栓通洗盐平等注射液被限用于医院严格掌控但是无奈因为这些注射液的这个利润太高了所以还是一个巨大的利益团体。那么在临床指南层面主流的疾病诊疗规范对于中成药的态度趋于谨慎，多数呢这是国家级的临床指南，只是将中成药作为辅助治疗或备选方案，且往往注明这个推荐级别为专家意见或者循证的证据有限这种表述反映了医学界其实对于中药是有一个普遍的共识的，并没有盲目排斥但是呢没有无限度的吹捧，应该讲大部分还是持谨慎的态度，要视具体的证据和病例的情况来决定是否采用。那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政府和科研机构也在大力的推进中药的所谓标准化和现代化研究那建立国家中药标准数据库，推动地道药材的产地溯源，鼓励中药企业开展高质量的临床实验等等相关举措都是继续出台那例如呢，有这个项目研发动用这个人工智能对文献和真实世界数据进行挖掘，以筛选出最有潜力、值得这个投入的临床实验的这个中药的复方。那这些努力呢，都在让中药走出说不清道不明这种模糊地带。我们用现代科技手段来阐明其有效成分到底是什么，作用的机理到底是什么，以及风险因素到底有哪些那么在国际上呢，世界卫生组织 WHO 也在传统医学策略中倡导将传统医药纳入主流的卫生体系前提是要确保其安全性和有效性经过科学的评估。2019年WHO 首次将中医药纳入了国际疾病分类 ICD-11做法虽然有争议，但是某种程度上讲反映出了全球对中医药的关注和接受度是在稳步提高的。不过世界卫生组织同时强调各国应该加强对传统医药疗法的监管与研究，杜绝不良使用。好，那么综上来看我们看到在现代医疗当中呢，中药的定位这个定位呢，其实是逐渐趋于理性的它既不是可以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也不是一无是处的封建残渣。那对于某些现代医学手段束手无策的一些慢性病包括一些功能性的疾病不是器质性的疾病，那么中药可能提供一些帮助。那么在重大危急的重症领域，中药起到了辅助调理的作用，但是不能取代现代医学的标准治疗。那国家药监和卫生部门正试图通过严把质量关、完善法规指标和临床评价体系，使中药朝着安全、有效、可控的方向发展。这既是对公众健康负责，也是中医药传承创新的必由之路。好，我们来看理性的看待中药，科学精神下应该要有传承和创新围绕中药的疗效和安全性的争论呢，很容易让人同时走向两个极端要么盲目崇拜，坚信祖宗留下的宝贝总有道理；要么呢全盘否定斥之为安慰剂甚至毒药。那两种极端观点其实都有失偏颇。那么主流医学界的看法呢，是把中药作为一个复杂的体系，其中有宝贵的成分，也掺杂着时代的局限和认识的误区。我们既不能因为一些疗效不明、会有毒副作用的药物就否认整个中医药的价值，也不能因为中医药源远流长就赋予其不受质疑的特权甚至没有经过临床实验就上市我觉得这个是肯定要改善的。
那么真正去评价一味中药是不是还不如安慰剂，唯一可靠的方法就是让科学和数据来说话。幸运的是这一理念已经逐渐的成为共识正如一位所谓的这个中医医学者所言，争议的出路不在于选边站，而在于以更开放的态度、更严谨的方法来推动高质量的研究。中医西医并非是水火不容的，相反是有优势互补和取长补短的地方的。那中药如果要在现代医学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那就必须拿出现代科学认可的证据，而现代医学呢，也应该以包容审慎的这个心态去探索中药中尚未揭示的有效成分和治疗的机理比如说像这个经络，对吧？还有像针灸这些都是有待探索的。这个怎么去找它的科学证据，对吧？有人说这个经络下面既没有神经也没有血管，这是怎么回事？好，那么对于公众来说呢，最重要的是建立理性科学的用药观不要迷信纯天然无副作用也不要妖魔化所有的中药。选用中药的时候要对症下药，并且遵守医嘱，切忌道听途说、自行乱用更不能要长期服用某种中药成分来保健是药三分毒，一定要记住这句话。一旦使用过程中出现了不适反应，应该及时就医，并且告知医生。面对铺天盖地的这种中医药营销的宣传消费者应该多一份警惕，主动查证疗效的依据不要被夸大的功效神话所误导。好，那么怎么说呢？就是我们要中药的发展呢，要科学严谨的态度来正本清源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既要揭穿那些安慰剂效应或者有害的这个皇帝的新医特别是中药注射液也要弘扬和发掘那些真正有疗效那么这个有价值的这个中国传统的瑰宝。那只有这样，中医药才能够在现代医学的舞台上凤凰涅槃、浴火重生，为人类的健康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正如协和医院的实验给安宫牛黄丸泼下了冷水，但是理性的审视最终是为了让它浴火重生，真正的证明自己，对吧？那倘若未来更大规模的研究依然证实其疗效平平，那么我们应该坦然接受还不如安慰剂的结论。如果能够以硬的证据在未来证明它独特的价值，那我们也应当摒弃成见，予以应有的肯定就像青蒿素一样。那这才是对待包括牛黄丸在内的中药最负责任的态度让科学来定夺，让数据来说话。好的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会不定期更新就深入的挖掘某一个这个事实查证的主题那我们下一期再会吧。